这是一个轰动全港的真实碎尸案，死者是一名援交女孩，在交易的过程中被杀害，尸体被肢解，脸皮被撕下，头颅抛入大海，人肉和内脏剁碎后冲入马桶，四肢骨头混入市场冒充猪骨，被部分顾客购买，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是什么让凶手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呢？你听听就知道了。2008年的一个深夜，一个阿婆听到隔壁传来切肉的声音，她好奇地过去询问，却看到门缝里渗出无数的鲜血。第二天，刑警老藏接到报案，有人在居民楼内发现了大量血迹。经过调查，老藏发现死者名叫王佳梅，从内地移居到香港的。为了查明真相，老藏来到了死者家中，通过死者的母亲和姐姐，老藏逐渐了解了死者的生平。王佳梅16岁，湖南人。7年前，母亲带着姐姐改嫁，前去香港。由于移民政策限制，王佳梅暂先移居东莞石龙，后来移民香港，与母团聚，就读大埔三育中学。然而，曾经憧憬向往的梦想之地，却并未给她带来丁点的快乐。于是，初3后就辍了学，在一家模特公司当助理，但背地里却做着援交的生意。根据王佳梅生前最后一通电话，嫌疑人很快被锁定，是一名29岁货运司机丁子聪，有黑社会背景，目前在逃。光看他的外表，恐怕根本无法将他和杀人凶手联系起来。没过多久，丁子聪竟主动来警局自首，老藏亲自审问。丁子聪交代，案发当天是王佳梅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并且发生关系。随后，丁将其扼杀在自己住处，尸骨无存，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仇杀，更不是情杀。丁子聪还交代，当初是王佳梅亲口要求他杀了他，并不是蓄意谋杀。可就是如此简单的案情，却让有着丰富刑侦经验的老藏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为什么要对他痛下杀手呢？难道仅凭一句话就要杀了他不成？老藏觉得这件案子不简单，他将王佳梅可能遇害的消息告诉了王妈。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王妈无法接受，虽然女儿叛逆且不听话，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为了确认真相，老藏查到了丁子聪的好友，一个非主流的红毛哥。从红毛哥那里，老藏得知了丁子聪的过去。6岁那年，一场车祸夺走了丁子聪母亲的生命，丁亲眼看着母亲在眼前断气，这件事情给丁无尽的阴影。长大后的丁谈了个女朋友，一心一意为对方付出，可对方却没有放在心上，甚至嫌弃丁子聪又穷又丑。再后来，女友跟着一个有钱人跑到了美国，但有钱人玩腻了之后，又将他一脚踢开。这时，王佳梅的姐姐主动找到老藏，告诉他，如果想得到继父口中情报的话，就必须单独约他去外面。老藏听从了姐姐的建议，将继父约到了茶餐厅。从继父口中，老藏得知王佳梅的亲生父亲还在湖南，而且还有联系。亲生父亲沉迷赌局，每次曼联输了，王佳梅都会发短信恭喜父亲。于是老藏借着女儿的名义给父亲发去短信，父亲看到后也很高兴的回复，只是他还不知道女儿已经死了。目前证据确凿，而且丁子聪也自首认罪，可就是尸体迟迟没有找到，无法定丁子聪的罪。为了找寻王佳梅的头颅，老藏发动同事下海去捞，但终究是一无所获。没过多久，就到了丁子聪庭审的日子，王妈和姐姐都到了庭审现场。王妈望着丁子聪的眼神满是仇恨。法庭上，丁子聪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巨细无遗地讲述了整个杀人碎尸的过程，详细到菜刀砍切不同种类骨头的手感差异，以及剥除尸体不同部位人皮的难易程度，闻之叫人如临现场，不禁背脊冰凉，不寒而栗。更气人的是，分尸的时候，他甚至还有闲心打电话。他告诉好友红毛哥，原来这么瘦的人也能有如此多的脂肪。听到丁子聪绘声绘色的描述，王妈忍不住伤心落泪。虽然尸体还没有找到，但法庭认为凶手对杀人分尸过程记忆清晰完整，表述真实详尽。丁子聪罪行成立，被判无期徒刑。虽然凶手得到了惩罚，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老藏，他不明白为什么王佳梅这个16岁的花季少女会对丁子聪说出我想死，也不明白丁子聪为何会对一个仅仅一面之缘的贫穷援交少女痛下杀手并残忍碎尸。老藏的刑警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如王佳梅案般恐怖惊悚的猎奇杀人凶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共事过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因为受够了血腥的命案现场、人性的变态扭曲、噩梦的侵害缠身和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而纷纷申请调离重案组。只有老藏始终坚信，破案只是治标，探究了解凶手恶魔面具背后杀人动机的成因，才是治根之方剂。正因为这份对真相无法遏制的狂热和执着，令他在重案组扎根至今。为此，他付出了婚姻破裂和试图停滞的不菲代价。身为父亲的老藏，也有个和王佳梅一样的女儿，
之前给王佳梅父亲发短信的时候，他只是发了几句问候，并没有将王佳梅的死告诉对方。他深刻明白，作为一个父亲，如果知道女儿身死，内心会是何种感受。为了彻底搞清楚王佳梅身上发生的事情，老藏再次来到监狱看望丁子聪，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答案。他根据自己查到的线索，开始逐步解析丁子聪的性格。当初丁子聪亲眼看到母亲惨死，幼年的他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种患者情绪上容易不愿意接近陌生人，会变得不相信人，精神过度紧张，情绪也会非常沮丧，容易生气，还会出现攻击别人的行为。因为母爱的缺失，导致丁子聪缺乏对女性的信任，再加上女朋友的背叛，让他对女性产生了一种仇恨心理。老藏猜想，也许是因为这些坎坷的经历，让丁子聪开始讨厌女人，最终导致王佳梅的遇害。但丁子聪的回答让老藏感觉有些意外。他说他从来不讨厌女人，也不仇恨王佳梅，相反还有点喜欢她。杀她是因为他自己说想死。不仅如此，在分尸的过程中，他还意外发现王佳梅其实已经怀孕。老藏震惊不已，他询问丁子聪，王佳梅知道这件事情吗？丁子聪听到这句话突然站了起来，不停地用脑袋撞玻璃，让老藏不要再问。此时的老藏心里似乎有了答案，他上网查询，查到了王佳梅和丁子聪的聊天记录，终于得到了王佳梅为什么想要去死的理由。时间倒退到1年前，16岁湖南女孩王佳梅来到了香港。人在异乡，说着并不熟悉的方言，让王佳梅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在学校里，王佳梅十分孤僻，受到同学的排挤和老师的冷漠。在家里和继父的关系也不好，王佳梅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生日那天，王妈下班回家，给王佳梅买了一对耳环，因为王佳梅现在戴的耳环是借的，要还给人家。可王佳梅不愿意摘下，她现在戴的耳环价格不菲。可母亲却要给他一个便宜货，开始跟母亲耍性子，直接扔掉了耳环。母亲大发雷霆，扇了他一个耳光，两人不欢而散。种种因素下，心气极高的王佳梅希望通过赚钱来重拾生活的尊严，于是她在初3时选择了辍学。在王佳梅心里一直有个当模特的梦想，她将自己买来的美女海报贴在墙上，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像这个美女一样立于人前。她觉得自己不够高，就买来高跟鞋来凑。打扮艳丽的她去模特公司应聘，但对方老板压根就没有看上她。王佳梅不想放弃，好说歹说，最后留在公司当个小助理。但助理的工作枯燥且乏味，每天的任务不是上街发传单，就是拉美女签约，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她的生活。她要的是富足，是亮丽的人生。于是王佳梅又找了份麦当劳的工作，每天做2份工作，任劳任怨。但很快又发现这些赚钱方式都太慢了，最终她选择了出卖肉体，这也是挣扎在底层的她唯一可以出卖的东西。赚到第1桶金后，王佳梅第一时间赶到了首饰店，将当初被妈妈收走的同款耳环买了回来，还汇钱给她嗜赌的亲爹。望着镜中的自己，王佳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这些小小的物质欲望总是容易满足的，而比这更为艰难的是寻找身份和心灵的归属感。也是在这个时候，王佳梅不合时宜地遭遇了爱情。她爱上了一个嫖客，本以为遇到的是真爱，没想到对方也只是玩玩而已。那天，渣男约出了王佳梅，当着自己女友的面告诉她自己是不可能喜欢王佳梅这种货色的。王佳梅无所适从，她的自信在那一刻崩塌了。夜晚，王佳梅独自坐在跷跷板上发呆。这时，一个小女孩跑了回来，看着面前纯真的女孩，王佳梅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曾经的自己也跟这个女孩一样无忧无虑，可现在她却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渐渐的，王佳梅心中负面的因素不断的积攒，她开始产生了厌世的情绪。终于，整日苦闷的王佳梅在网上结识了丁子聪，很快2个人就因为相同的3观聊到了一起。孤独、自闭，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渴望别人的关爱。可以说，王佳梅和丁子聪是一样的人。哪怕是深夜，2个人也在敲击着键盘。聊天中，王佳梅还透露出自己想去死的想法。她觉得活着很累，很痛苦。终于在那天，丁子聪将王佳梅约到了家里。2个人的第一次见面，丁子聪毫不避讳地对王佳梅表达了喜爱之情。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吸毒，而后又发生关系。过程中，王佳梅把耳环扔掉，说了句我想死，而丁子聪给出的答案是我帮你。王佳梅继续说让我来世不要再做人。丁子聪默许，他用双手掐住了王佳梅的脖子，可脸上却闪过一丝犹豫。但王佳梅还是硬拉着他的手不放。怀孕的她不敢回家，担心被母亲责骂。
他想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看到王佳梅态度如此坚决，丁子聪只好成全了他，将他掐死。死亡的前一刻，王佳梅流下了一滴泪，不知是后悔还是伤心。脑海中瞬间闪过很多画面，那个开心乐观的女孩在梦里一去不返了，那些曾经的美丽虚荣和天真梦想也彻底幻灭。丁子聪说，他最痛恨的是这个充满人的世界，更痛恨人这种生物。他不想王佳梅是人，于是他切下了王佳梅的脸皮，并且很仔细的碎尸，让她死后没有人的形态。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如今王佳梅已不再痛苦，丁子聪也不再痛苦，但世上又何止他们俩是这样那样的处境呢？影片名叫《踏雪寻梅》，于2015年上映，横扫了香港金像奖7项大奖。片中深刻剖析了王佳梅简短的一生。对于王佳梅来说，她的一生是悲哀的，殊不知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失去自我。被渣男搞大肚子的她，内心的情绪得不到倾诉，孩子也成为了压垮王佳梅的最后一根稻草。像王佳梅的人很多，或者说有王佳梅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有一个爱她的男朋友，有爱她的父母，有自己的空间，能听喜欢歌星的歌，简简单单就好。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谁的责任呢？有人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童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的。如果王佳梅和丁子聪在童年时期能受到呵护和爱，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令人扼腕的悲剧。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本期的故事就到这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